14年前，河南瓊寶安跨國迎娶美國26歲女碩士，走上人生巔峰。如今10幾年過去，他們過得幸福嗎？是否還像從前那般恩愛？河南小伙名叫蔡小華，出生於駐馬店如南縣祝良鎮的一個貧困家庭，父母都以務農為主，家庭的收入剛好夠一家人的開銷，家中還有4個孩子，蔡小華是老大。作為長子，他有義務為家庭分擔一些壓力，幫助父母照顧弟弟妹妹。蔡小華從小就非常愛學習，讀書也很努力，但10歲那年，母親卻因勞累過度患上重病，家庭的重擔也全部落在了父親一個人的肩上。然而父親已經年事已高，獨自一人撐起這個家實在太難了，所以蔡小華年僅14歲就選擇扛起這個家，開始步入社會，外出打工，供弟弟妹妹讀書。至於蔡小華的讀書夢也就落空了。就這樣，他年紀輕輕就來到廣州打工，但是由於他的年齡太小，想找到工作談何容易，很多老闆都以年齡小、工作經驗不足拒絕聘用他。好在最後找到了工作，不過都是幹一些重活，或者遇上不好的老闆，拖欠工資也是常有的事情。工作雖然辛苦，但他卻從未抱怨，工資也都打回家給母親治病，供弟弟妹妹讀書。在外打工10幾年期間，蔡小華也換過不少工作，什麼髒活累活他都幹過，弟弟妹妹也都被他供上了大學，這時才讓他鬆了一口氣。可回頭看看，他這才發現自己已經30多歲了，還依舊單身，所以他決定要為自己活一次，去選擇自己喜歡的工作。蔡小華辭去當時辛苦的工作，經同事介紹去到一家外語學校當保安。他選擇這份工作的原因是，這份工作的時間比較充裕，雖然工資很低，但是卻很輕鬆。最重要的是，他可以在學校借到書籍，完成兒時的讀書夢。往後的日子，蔡小華可以說過得很充實。之前幹的都是一些粗活，他自己也沒什麼文化。在這裡，他每天都能遇到文质彬彬的老師與學生，每天都會主動跟蔡小華打招呼，這樣他感到很新鮮，也有被尊重的感覺。蔡小華打小就是一個愛學習的人，每到晚上他都會獨自研究從學校圖書館裡借來的書籍，遇到不懂的地方還會向比較熟悉的老師虛心請教。久而久之，大家也都很喜歡這個新來的保安大叔。蔡小華原本以為自己就這麼平淡地過完下半生，但是2007年他遇到了蒂芙尼，那個改變他一生的人。那是一個暑假的午後，學生们都已經放假，蒂芙尼突然出現在校門口。這個外國女孩身材高挑，皮膚白皙，五官立體，看起來也就20幾歲，年輕漂亮。蒂芙尼的出現頓時引起了蔡小華的注意。出於內心熱情，蔡小華立即上去用自己蹩腳的英文打招呼。經過相互了解，蔡小華得知蒂芙尼出生於美國，26歲，父親是美國當地一位有名的電工，母親是大學教授，而蒂芙尼也很優秀，畢業於新澤西州立大學研究生，可以說跟蔡小華是兩個世界的人。而蒂芙尼從小就一直很熱愛歷史悠久的華夏文化，所以畢業後他選擇來到中國當一名外語教師。這一次的到來就是受到學校的邀請，來當一名外語教師。來到中國後，蒂芙尼很快就愛上了這個國家。第一次來到中國，人生地不熟，因此蒂芙尼想多交一些朋友。第一次見到蔡小華時，他就覺得這個保安很有趣，美國人的性格也比較活潑開朗。於是從那次之後，蒂芙尼一有空就跑去保安室找蔡小華聊天，相互之間交流各自的國家語言，兩者之間相互教學，遇到比較難理解的單詞成語，用肢體語言來描述。久而久之，兩人越來越熟悉彼此，感情升溫。蒂芙尼不論有什麼心煩的事，都會跑去跟蔡小華分享，而蔡小華也逐漸愛上了這個外國女孩。可是他知道兩人的差距太大，無論從家庭背景還是個人成就來看，他都不如蒂芙尼，所以他只能把自己的愛意藏在心底。但是沒想到，蒂芙尼卻大膽地向他表白。蔡小華思慮再三，覺得自己配不上蒂芙尼，況且自己還比蒂芙尼大了9歲，所以蔡小華選擇拒絕了蒂芙尼。
可蒂芙尼卻落落大方地表示沒關係，自己還是會繼續追求蔡小華。不想耽誤蒂芙尼的蔡小華選擇回到老家躲避，但是沒想到他低估了自己對蒂芙尼的愛。此次分別讓他感到了孤獨，時常想念蒂芙尼，這種感情在心裡越發強烈。從老家回來後，就見到蒂芙尼老早的在車站等着他了，手上還抱着一個盒子，裡面全是寫給蔡小華沒送出去的情書，信中全是蒂芙尼滿滿的愛意，這讓蔡小華深深感動，同時也明白了蒂芙尼對這份感情是多麼的真誠。於是這一次，蔡小華決定不再拒絕，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愛情。兩人在一起後，也像普通情侶那般，下班一起看看電影、逛街，一起吃街邊小吃。這對異樣的組合常常引起路人的側目。蔡小華也向朋友大膽介紹蒂芙尼，談了一段時間之後，蒂芙尼也向外國的親朋好友介紹自己的中國男朋友。蔡小華本以為會遭到大量的反對，畢竟他和蒂芙尼相差9歲，而且跨國婚姻、愛情往往充滿着變數，卻沒想到蒂芙尼的親人很支持他們的感情，給予兩人真摯的祝福。原來美國家庭教育屬於放養模式，孩子成年後，父母就不再過多的干預孩子的人生。蔡小華也把蒂芙尼帶回了自己河南農村老家，幾個弟弟妹妹看到這個外國嫂子非常開心，熱情打招呼。了解蔡小華的家境後，蒂芙尼對他的愛也沒有絲毫的退縮，反而每天都期盼着跟蔡小華結婚。他表示一直看重的是蔡小華的人品，因此不會嫌棄蔡小華的家境。在雙方父母的同意下，兩人在河南老家舉辦了一場中式婚禮，這讓蒂芙尼覺得十分新奇，熱情地跟長輩們敬酒，十分接地氣。蔡小華父母看到蒂芙尼這麼的懂事，也十分欣慰。他們結婚之後定居在鄭州，蒂芙尼在當地一所學校找了一份工作，而蔡小華則繼續努力學習英語，最後也找到了一份不錯的工作。沒過多久，蒂芙尼就懷孕了，最後在中國為蔡小華生下了一個可愛的混血寶寶。但是為了孩子以後有更好的成長環境，他們決定去美國發展。就這樣，2010年，蔡小華離開了自己生活30多年的故土，前往美國。來到美國後，兩人再次舉辦了一場西式婚禮。與此同時，蔡小華還不忘繼續努力學習，最後還在美國拿到了本科文憑，也算是圓了自己的讀書夢。此後，蒂芙尼又在美國為他生下了一個混血寶寶。現如今，一家4口在美國幸福地生活着。蔡小華也算是走上了人生巔峰。直到今年，他們結婚已經有14個年頭，一家人的生活依舊美滿幸福。蒂芙尼還經常在自己的社交平台曬生活日常。目前2個孩子已經在學校念書，算是出生在書香門第世家，想必2個孩子的學習成績也差不到哪裡去。蒂芙尼則有了穩定的工作，而蔡小華通常會在家帶孩子，同時有空就做一些家教兼職。愛情一詞使許多人向往，但在追求愛情的路上往往充滿坎坷與心酸。但蔡小華無疑是幸運的，看了蔡小華和蒂芙尼的愛情故事，跨越了種族、年齡等等差距，還能如此順利，不由得讓人心生羨慕。他們的故事一經媒體報道，就收到了許多網友的祝福，同時也有不少人驚呼，這又讓我相信了愛情。